它是美国陆军第一师，它是美国陆军组建最早的师之一，它是美国主力部队之一，它就是美国第一机械化步兵师。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相信玩过《使命召唤：二战》这款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已经发售2年多的《使命召唤：二战》让《使命召唤》系列从科幻感爆棚的星际大战重回系列刚开始时最经典的二战时期。而在这代大作的背后，不仅有着数不清的二战传奇，更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使命召唤：二战》是一部全新的故事，在这部大战中，是以美国陆军第一师一名年轻士兵的角度来展开的。而该师距诞生至今已经有了100余年历史。第一步兵师的标志只有一个大红色的数字1，所以也被世人称为大红一师。该师不仅是美国最古老的步兵师，还是上世纪以来美国所有步兵师的先锋和标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第一步兵师就一直为国奉献，驰骋于世界各个角落。大红一师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美国国会颁布了1917年征兵法，根据美国陆军部关于组建美国第一远征师的指示，1917年5月24日，美国陆军将分散驻扎在多地的部队集中起来，正式组成美国第一远征师，这也是美国第一步兵师最初的番号。威廉 ·L. 赛博特少将被任命为第一任师长。该师的建制为第一步兵旅、第二步兵旅和第一野战炮兵旅，以及各种支援部队。6月14日，美国第一远征师开赴欧洲战场。在到达法国不久后，美国第一远征师在7月6日正式改编为美国第一步兵师，而1917年的6月8日也被确定为美国第一步兵师的生日。其实，在1917年6月，第一步兵师组建之前，美国军队的编制主要是以团级为单位，每个团的编制为1000人，步枪是基本配置，还会下辖一支骑兵部队，指挥体系也基本上与中世纪时期大同小异，即用军旗等来指挥作战。而新组建的第一步兵师在成立之初的编制上就超过18000人，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其部队组成也很特殊。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众多杀伤力巨大的热能武器在一战中大放异彩，所以出于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考虑，该师便成为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联合兵种作战单位。其组成虽然是以步兵为主，但是下辖了炮兵支援部队、空军支援部队、通讯人员与后勤运输人员等技术兵种。该师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军官完全接手军队指挥权，并在战场上自由指挥作战。第一步兵师的首战是在1918年5月28日的法国坎蒂格尼小镇附近进行的。这场战役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向当时欧洲的各国军队展现了美国人在现代化战争中的实战能力。而且这次战役中还诞生了一位优秀的作战指挥官，他的名字是乔治·马歇尔。这位日后的美国5星上将、美国陆军参谋长所进行的马歇尔计划，对二战之后的欧洲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说回第一步兵师，因其在一战中的表现堪称不错，这也让该师成为美国建国后第一支在海外征战并获胜的部队，这也就确定了该师在美国陆军中的地位，是当时美国战斗部队中名列前茅的王牌部队，其装备先进程度和规模人数是其他师无法赶超的。而纵观第一步兵师在二战的所有军事行动中，最出名的应该就是诺曼底登陆中的奥马哈抢滩登陆战。作为大红一师史上最惨烈的一战，仅登陆日1天，该师就损失了3000多人，其主力部队16团的伤亡更是占到了总伤亡的1/3。而在二战中，第一步兵师共伤亡2万余人，仅这一次登陆战就占到了该师二战总伤亡的1/7。在诺曼底登陆后，第一步兵师继续向德国境内进发，成为最早跨过莱茵河深入德国领土的部队之一。在战争结束后，该师作为占领军常驻德国，直到1955年才根据轮换制度踏上归国之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步兵师持续活跃在世界各地，发展至今，该师已经隶属于美国陆军第3军，是美军主力部队之一。该师第1旅和第2旅驻地为美国本土堪萨斯州赖利堡，第3旅驻德国维尔茨堡，隶属驻欧的美国陆军第7军，
是美军的欧洲战区前沿部署的唯一机步师。第1机步师是以坦克机械化步兵分队为主体的，包括有空中突击力量的诸兵种合成部队，全师编制总人数18000人，下辖1个装甲旅和2个机步旅，共编有5个机械化步兵营和5个重型坦克营，1个战斗航空旅，辖1个骑兵中队，1个战斗支援航空营，2个攻击直升机营，1个师属炮兵团，辖1个目标搜索连，1个 M270 多管火箭炮连和3个155毫米自行榴弹炮营，1个师属支援团，辖3个前方支援营、防空炮兵营、运输飞机保养连、军事情报营、保养支援营、通信营、宪兵连、化学连以及师乐队各1个。该师主要装备有 M2 步兵战车280辆、M113 装甲输送车308辆、C2V 装甲指挥车167辆、M1A2 主战坦克290辆、M9 作战工程车8辆、M3 骑兵战车100辆、火神自行高炮24门、M109 自行榴弹炮72门、107毫米迫击炮66门、M270 多管火箭炮9门、90毫米无坐力炮24门、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180部、M901 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车150辆、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60部、AH-64 武装直升机36架、EH-60 电子战直升机3架、AH-1 武装直升机8架、OH-58 吉奥瓦侦察直升机44架、UH-60 通用直升机24架、悍马车运输卡车、M93 胡式化学侦察车、M88A2 大力士重型装备救援车或支援车辆，共计4595辆。该师具有快速的机动力、强大的火力与突击力以及装甲防护力。作为美军支援北约军事行动的专属部队，可随时用于支援美军欧洲总部和中央总部在欧洲、非洲等地的特遣作战。第1机械化步兵师在2次世界大战中都是第1批参战部队。美国第1机械化步兵师从建立以来，参加过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大型战争。在其100余年的辉煌战史中，大红一师铸造了极为骁勇善战的战斗作风，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拥有着完善的军事作战体系，这也使得在美国陆军中有着战斗第1的称号，战斗力不容小觑。该师的座右铭是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牺牲不能付出，任务第一，职责至上。单从运输能力上来看，在小范围机动作战方面，该师拥有各种作战车辆和运输车辆接近6000辆，各类直升机100多架，可以说有着不俗的空中和地面机动作战能力。而在大规模运输作战方面，其海量的重型作战装备很难通过空运方式来进行短时间空投作战，只能用陆运或海上航运来实现，导致战略机动水平较差。所以，美军第1机械化步兵师尽管已经具有十分强大的联合作战能力，但在如今王牌部队众多的美国陆军中，不能说是战力最强的部队。本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